大家好，日前20届中央第5轮巡视开始进驻，4月15日公布首批进驻6省区：吉林、湖南、湖北、四川、江西、内蒙古。4月16日公布呢，进驻安徽省、山西省、云南省、宁夏回族自治区、甘肃省、浙江省。第1轮省委书记的已经表态了，我们看一下第2轮的省委书记的表态啊。安徽省委书记梁延顺他没有说习核心，说深刻领悟2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2个维护。另外还说了习思想啊。这个党八股看多了都是公式化、程式化的东西啊，就这么几样东西啊。习核心、2个确立和2个维护，习思想啊，就是说想吹捧习包子的话，可以把这些话全都说一遍，全都说满一遍呢，觉得劲儿还不够，可以说2遍、3遍。要是故意少说几个，那就有问题了。当然了，这些宣传都是骗人的，改天可以再说回来啊。1个2个它不说明问题，这看多了总应该说明点问题吧。2个确立2个维护呢，一般都是绑定的。在内蒙古书记孙少称这里呢，还能拆开，他只说2个维护啊，不说2个确立。就按照李鸿忠那话，忠诚不绝对就是绝对不忠诚啊。你要么就不说2个确立2个维护，还能只说一半啊，这就纯纯的在打细胞子脸。1个省委书记都敢这么说啊，说明细胞子这个总书记已经没有任何权威了。山西省委书记唐登杰说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说了坚定拥护2个确立，坚决做到2个维护。云南省委书记王宁他没有说习核心，说了2442和习思想。这个王宁之前的另外一个稿子上的表态是和昆明市委书记刘鸿建这个一样啊，这是另外一个稿子，他又加上了2442啊，就是说表态呢可以分成好几个档次，要么就是2442拉满，2个确立，4个意识，4个自信，2个维护啊，下一个档次就是22啊，就跟真是够二了，2个确立和2个维护。那2个确立2个维护还能再砍掉一个，只剩下1个2，只说2个确立或者只说2个维护啊。宁夏党委书记李仪飞说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说了拥护2个确立，做到2个维护啊，说了习思想。但是呢，他没有说坚定和坚决呀，也就是说拥护不坚定，做到不坚决呀。就是说这些东西怎么还可以往下打折呢？甘肃省委书记胡长生他没有说习核心，说了坚定拥护2个确立，坚决做到2个维护啊，他没有说习思想啊，但是说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啊，这就是耍鸡贼啊！最高的标准，那最高的习思想就是这个所谓的新时代的细胞子思想，那个是全称。那玩意儿它不是一个指南针吗？它给什么都要指明方向，各行各业它都要指明方向。如果只说细胞它指挥一个具体的工作的思想啊，那就不是指挥全局的思想，那就是降档次了。浙江省委书记王浩呢，他说了习核心，说了坚定拥护2个确立，坚决做到2个维护，没有说习思想啊，他说了8项规定。我们简单看一下12个省委书记的表态呢，7个提到了习核心，5个他没有提习核心呢，因为这个政治局把习核心给拿掉了。4个省委书记提到了习思想啊，8个省委书记没有提。2个确立呢，几乎所有人都提啊，10个省委书记都提到了，但是有2个省委书记给打折了。就内蒙古这个党委书记孙少称是最实诚的，他只说2个维护，没有说2个确立啊，因为2个确立就是确立的习核心和习思想，
两个维护呢是维护习核心和维护党中央啊，有一半它不是细胞的，尤其是如果细胞子已经不再是党中央的核心了，这是政治局背书的呀，细胞子不再是党中央的核心了，它就剩下党中央了呀。那他们都是党棍，他总不能反党吧，所以还要提一下两个维护啊。从这省委书记参差不齐的表态来看呢，细胞子已经不再是党中央的核心了，那不是核心就是下台了，这还能分两步走呢。而且这个消息来源呢是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也就是说中纪委的小编根本就没有改稿子，省委书记的秘书给他交的什么内容什么稿子，他就直接往网站上复制粘贴呀，所以省委书记的表态都不一样。如果中纪委的小编把它改一下呢，那就统一口径了，但是懒得改啊，没人管。中国最高检察院2025年4月18日声称，张建春利用担任中组部处长、副局长、局长、副部长、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等职务上的便利，以及利用本人职权或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以受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张建春呢，去年2024年6月21日在任上被查，去年的2024年12月10日被双开啊。这个双开的日期，李苗华官宣被抓的那个时间也很接近呢，并终止张建春中共20大代表资格。张建春出生于1965年5月，山东省运城县人。张建春呢是彭丽媛的一个县的老乡啊。1984年参加工作，曾经长期在中共组织部工作，历任中共山东省委组织部干部综合处助理调研员、副处长、干部一处副处长、党支部书记、调研员、中组部干部一局任免处正处级调研员、副处长、处长、中组部干部一局公务员管理办公室副巡视员兼任免处处长、副局长、副主任、巡视员等职务啊。我们看2024年6月19日，胡锦涛发动军事政变。2024年6月21日，张建春在任上被查呀。张建春是细胞的小姨子彭丽娟的老公徐兴建的哥们儿啊。这张建春他当然是向细胞的和彭丽媛行贿啊，买官卖官。但是光凭张建春是彭丽媛一个县的老乡啊，这证据不太够。我们找到的证据就是张建春和彭丽媛的老公啊许兴建关系密切，有生意往来，有利益输送啊。据说呢，要见一次彭丽娟呢，要见一次小姨子呢，收费500万元人民币；见一次陈曦的妹妹呢，收费500万元人民币。这明码标价呀，童叟无欺。这要不要把徐兴建和彭丽媛也都送到秦城啊？我就不知道了。但是陈曦肯定跑不了啊，肯定要被中纪委查处啊。细胞子连他上铺的兄弟都保不住了。我们看周边工作会议上啊，陈曦还是显得很苍老、很颓废的。如果只是一个周边工作，和陈曦一个党校校长能有多大关系呢？陈曦这么难受有必要吗？中共18大之后呢，赵乐际担任中组部长，陈曦担任中组部的常务副部长期间，张建春呢2014年11月担任中共北京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正局级啊。2015年担任北京市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2016年3月担任中共中组部一局公务员管理办公室局长、主任，1年后担任中组部部务委员兼干部一局公务员管理办公室局长、主任。中组部是双寡头的权力结构啊，中组部的常务副部长和中组部长一样好使啊，就是一把手和二把手说了算。这里呢，只能猜一猜张建春走的是赵乐际的关系还是陈曦的关系啊？赵乐际是江泽民的人，陈曦是细胞子人呢，脚踩两只船。
那只能死得更快啊。从别的地方可以看出来，张建春是走的彭丽媛的关系啊。这张建春不就是彭丽媛山东郓城县的老乡吗？这个张建春大外宣要从哪个角度来洗地啊？中共19大之后呢，在陈希任政治局委员、中组部长期间，张建春2018年11月升任中组部副部长，担任陈希的副手。2020年10月转任中宣部副部长，直到2024年6月在任上被查呀。目前李书磊为中共宣传部长。中组部副部长不是陈希这个中组部长就可以提拔的呀，必须是习包的这个总书记亲自指挥、亲自提拔呀。要么就是李克强提拔的，就只有习包子和李克强两个人好使啊。与习包子同年的陈希是福建莆田人，1975年以工农兵学员的身份进入清华大学化学系，和习包子成了同窗。据传两个人还是睡上下铺的室友。习包子在2007年晋升政治局常委之后呢，就帮助陈希从清华大学的党委书记升任教育部的副部长。之后陈希到辽宁任省委副书记。2011年陈希调任中共科协党组书记，主持常务工作的副主席啊。习包子18大上台之后，安排陈希担任中组部的常务副部长。在中共19大上，陈希进入政治局，正式接管中组部，又兼任按照惯例应该由常委王沪宁兼任的中央党校校长。2018年年初，习包子通过中央机构改革，从李克强手上抢走了国家行政学院，并入了中央党校，将党政官员的培训权都交给了陈希。中共20大之后，已经不是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的陈希，推迟到2023年4月才卸任了中组部长，但是至今仍然以普通党员的身份担任中共中央党校校长和国家行政学院的院长。近2年呢，陈希的势力开始被陆续的清洗。这苗华坐在陈希和河北省委书记倪岳峰之间呢，这就是世界名画呀。3个难兄难弟都要进秦城啊。据说这个月的政治局会议，4月底的政治局会议啊，就要把苗华给双开了。这名网友说，包包 X 传月底政治局会议会出来苗华的处理结果，基本是双开。何卫东的官宣还要等。我的回复是，总不可能习包子把苗华给保出来了吧？没有这种可能性啊，已经没意思了。军队呢已经被胡锦涛抓光了，31军被团灭。最近呢，空军政委于中福也已经被抓了。有苗华和何卫东2个人的背景，就说这个苗华才是老大呀。苗华不仅海军有人，空军苗华也有人啊。我之前分析过中国军队的基本盘，基本是这样的，就是5-5开。胡锦涛有30%的实力，江泽民有20%的实力，胡江加起来呢，和习包子就是5-5开啊。陆军方面呢，胡江加起来甚至强于习包子，实力是6-4开啊。好像是江泽民的势力，他主要在陆军啊，就是16军呢，就是现在的第78集团军啊，那支军队啊，那个军啊，应该只听江泽民指挥。现在江泽民死了，江绵恒能不能指挥动啊？我就不知道。徐才厚和范长龙都是16军出来的，范长龙之前好像也出来过吧，刚退休也没几年，6-7年吧。如果要发动军事政变呢，那肯定是陆军好使啊。海军和空军能好使吗？你除非要用空军轰炸中南海啊。但是不管怎么说呢，习包子他之前掌握了半支军队，现在把习包子干趴下了，全部大清洗，一个不留，那就等于要瘫痪半个解放军啊。习包子就是傻叉，支持习包子都是傻叉啊。这习包子他以为
江泽民他不想终身连任吗？胡锦涛他不想终身连任吗？在实力不足的情况下贸然终身连任啊，这是一个极度冒险的行为，最终导致了整个细胞子派系的灭顶之灾啊。平心而论呢，我不太了解林向阳的军事素质啊。如果把林向阳抓了，那么林向阳以前的部下肯定是不被信任的，他只能从别的战区往东部战区调人啊。这不换个3年、5年甚至10年的东部战区的人能被信任吗？就别再惦记打仗这事情了。这中国军队它本来就是党卫军，本来就是镇压人民用的，它也不是用来打仗的。2024年9月28日，中国联通党组成员、副总经理曹兴信被查。曹兴信长期在中共中组部任职，在陈希担任中组部长期间，担任全国组织干部学院党委书记、副院长、正局级等职。今年2025年4月2日，中共官方证实石泰峰和李干杰职务对调，石泰峰担任中组部长，李干杰担任被指没有实权的统战部长。相对而言嘛，李干杰是细胞子的铁杆马仔，前中组部长陈希的清华校友啊，在仕途中获得陈希和细胞子的大力提拔。2010年1月29日上午，细胞子视察瑞华会计师事务所，就细胞子小姨子彭丽娟的老公许兴建所在的信达地产使用的会计师事务所正是瑞华会计师事务所啊。根据2012年12月3日信达地产股份有限公司第56次临时股东大会的会议文件显示呢，包头明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吴振清接替细胞子小姨子彭丽娟的老公徐兴建的职务啊。肖建华呢是细胞子的白手套，这大外宣天天拿着细胞子的黑钱给细胞子洗地啊。好的，谢谢大家。